穿进了恐怖游戏中。可我发现那些鬼怪竟然是我集体出国旅游的家人们。猫脸老太是最疼爱我的奶奶，血群女人是整天催我找男朋友的妈妈，电锯狂魔是我老爸，一蹦一跳的老僵尸则是我爷爷。然后他们说，大宝，我们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，听说还是个总裁呢。我看向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大 boss， 嘴角一抽，这人好像是我发小。丁欢迎玩家李安然来到 SSS 级副本诡异家庭，请保证至少存活7天，并与你的家人培养和谐友好的关系。咦，我明明前1秒还在奶茶店打工，怎么后1秒就突然出现在了这个2层小洋房？不对，这里好眼熟啊，怎么和我的老家这么像？这游戏真是越来越不做人了。3S 级副本居然拉新人进来，这小姑娘看着也太单纯了。一想到她待会儿就要成为猫脸老太的食物，我都有些于心不忍呢。天哪，居然把她降生在最难的家庭里，这家人可没有一个善茬呀！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打开，一个身体佝偻着的老太走了进来。她身体十分矮小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手中还拖着一条血红色肠子。她的脸竟然像猫一样，长着几根胡须，瞳孔也是猫的树瞳啊！猫脸老太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她要吃这小姑娘吗？太血腥了，已经不敢看了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玩家能从猫脸老太手里活下去，更别说这新人了。我看不到弹幕在说什么，但不妨碍我震惊。这不是我奶奶吗？她不是跟着我爸妈一起出国旅游去了吗？什么时候回的老家？哎呀，奶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说一声。我自然地牵起奶奶的手，然后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。小老太太最喜欢我向她撒娇了。卧槽，李安然疯了，她敢亲猫脸老太，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。现在的新人都勇得一批，让所有观众都没想到的是，奶奶一把抱住我，奶奶的乖孙优，几天不见，奶奶都要想死你了，快让奶奶亲亲。妈，为了防止奶奶的口水沾到我脸上，我连忙转移话题。奶奶你手里的这是什么？奶奶心虚的将肠子藏到身后，嗨，这是奶奶给你新做的腰带。说完，奶奶飞速将肠子系了个蝴蝶结，缠在我腰上，怪好看的嘞。此刻弹幕已经炸了，神他妈腰带！我敢保证猫脸老太都用这条肠子勒死过几十个人了。不是，这游戏还能这么玩的？认猫脸老太做奶奶，她就不会伤害你。楼上的你想多了，鬼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瓷的。之前有玩家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，去向鬼怪套近乎，结果被鬼怪啃得渣都不剩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再次被推开，顿时一阵阴风吹过。啊，来的是老僵尸，他最古板了。我倒要看看李安然还怎么套近乎。老僵尸太残忍了，他每次都会把玩家吸成干尸。呜，只见一个穿着格子衬衫、黑裤子的老头蹦蹦跳跳的走了进来，他身上的气息极其阴森可怖，还长着锋利的獠牙。我却摇了摇头，上前扶住老僵尸。爷爷，你从外国回来，怎么喜欢上跳着走路了？哎，老年人多活动活动也好，但是小心别摔了呀。伤筋动骨100天，666。李安然是不是一会儿还要叫电锯狂魔爸爸？老僵尸不给他吸干，我倒立吃翔。就在弹幕激烈的讨论时，爷爷却拍拍我的手，嗨，乖孙有孝心了。爷爷这是在锻炼身体。哎，话说这国外是怎么带，怎么不自在？看来看去还是咱们祖国母亲好啊。乖孙，你做人可不能忘本啊，要时刻记得国家的恩泽。我嘴角一抽，爷爷又要开始讲大道理。他年轻时候是老兵，整个人又红又专，最喜欢给我讲革命故事。讲完了第2天还要抽查我记住了没。爷爷拉着我说个没完，过了一会儿又说道，爷爷不在的这几天，乖孙有没有好好背诗啊？爷爷考你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我一头黑线，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我快忍不下去了，爷爷足足考了我几十首古诗，见我都答对才放过我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乖孙要好好研究哦。请问我刚刚是在看恐怖游戏直播，还是在看中华诗词大会？能答对老僵尸的古诗提问就可以不用死了吗？呜，这对理科生很不友好。不是，老僵尸以前也不考古诗啊。之前那位赤翔哥呢？为什么到现在李安然这家都没见血？这到底是不是我熟悉的诡异之家？这个家庭难搞得很，从来没有人通关，我就不信李安然能苟到最后。行了，臭老头子，孙女一回家你就唠叨个没完，小心以后孙女都不爱回家。奶奶一推爷爷，把他挤到沙发的角落，接着奶奶慈祥地看着我，就像怎么都看不够一样。乖孙女，这次回家能待多久啊？我想到游戏说的通关条件，存活7天，并和家人和谐友好相处。我的家庭已经够和谐了，这个不算，那就应该在家里待7天就行吧？应该是7天。奶奶看着似乎有些落寞，孙女长大了，以后奶奶见到你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。我有些心酸，每次我要开学了，奶奶都会哭着送我离开。这次回家就好好陪陪他们吧。刺啦！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刺耳的刺啦声，紧接着一个手拿电锯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。这男人的一身白衣都被染红了，手上的电锯也滴滴答答的淌着血，就像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样。卧槽，电锯狂魔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个副本也太难了，我一直觉得电锯狂魔没有脑子，根本无法沟通。李安然这招应该行不通了吧？太恐怖了！呜，死在电锯狂魔手下的玩家绝对上百了。我眨眨眼，然后冲到电锯狂魔身边，说了句：“爸，你现在杀猪都用电锯了吗？”我爸是屠夫，没有任何一只猪能在他手下走上1回合。他剁的猪肉匀称细腻，小时候他总会把最好吃的一块挑出来给我留着。只不过他每次杀猪都会把自己身上弄脏，然后被我妈审判。没想到现在科技进步了，老爸杀猪都开始用电锯了呢。老爸看了眼手中的电锯，尴尬的将其放在地上，还偷偷往沙发底下踢了踢。随后看着自己的一身脏污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。没错，电锯用着方便，爸现在杀猪都用电锯。被电锯狂魔杀过的玩家们 所以我们死了还要被说是猪，笑死我了。神 TM 电锯是用来杀猪的，这话说出来电锯狂魔自己都不信吧？也就林安然深信不疑。等等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林安然刚刚叫电锯狂魔什么？爸，合着他真和鬼怪处成一家人了？好吧，老爸记得给我留一块猪头肉，好久没吃老爸杀的猪了，还有点馋。我爸眼神闪了闪，看向屋外，行，爸待会儿就给你杀猪去。其他玩家，貌似我没惹过你。话说，老爸你们不是在国外旅游吗？怎么突然回家了？我妈呢？我们这不是听说国内有最新就业政策吗？我们就回来了。现在不单是我跟你妈，就连你爷爷奶奶都是有编制的人了。一旁的爷爷奶奶骄傲的抬下巴，哎呀，这是大好事儿啊！我由衷的为自己家人开心。想当初我考公都要累成狗了。编制意思是成为恐怖游戏 NPC 吗？我要笑死了。人家说的也没错呀，放现实世界里，这都相当于国企员工。请问怎么拥有编制？我现在自杀可以去游戏里应聘吗？该玩家 IP 来自山东，至于你妈呀，他抢了我的私房钱后做美甲去了，现在估计也快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屋外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一个身穿血衣、脸色煞白的女人缓缓走来。只要看到她，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电影中的红衣女鬼，她的存在可以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。此刻，她张开了利爪，尖锐的指甲闪烁着寒光，吓死我了。对于血衣女人，我愿意称之为这个家庭中最恐怖的存在。救命！她一爪子就能掏空我的内脏，除了那位 boss， 血衣女人就是最强的鬼怪了吧？
林安然死定了。血衣女人不喜欢貌美的年轻女生，她可不会被轻易糊弄过去，认亲是没用的。我看着血衣女人，眼睛突然一亮，随后立马扑上去。妈咪，几天不见，想你的宝贝女儿了吗？呜，不管你想没想我，我反正是想你了。这个月的生活费什么时候给我呀？妈咪，这就是你新做的美甲吗？除了长了点，其他的都挺好看的。林安然，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服，就服你。他居然敢管诡异要生活费，呜，这么长的指甲到底哪里好看了？大姐，你知不知道他轻轻一伸手就能掏空你？楼上真下头，长美甲怎么不好看了？美得很，美得很，这都能吵？妈妈白眼一翻，捏起我的耳朵，臭丫头，半天不知道给老娘发消息，一说话就是要生活费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着调的？我眼泪汪汪，妈妈饭饭，哼，想吃饭让你爸做去，快把身上的脏衣服、臭袜子脱了，老娘给你洗了。大姑娘出门在外，别埋汰太的。好的，妈妈。哎呀呀，人家这次回家都没有带很多脏衣服回来了，但是妈妈这么热情，人家也盛情难却了。果然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这下弹幕彻底炸了，密密麻麻的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以后林安然就是我的灵神，他是我偶像，谁都别跟我抢了。受教了，受教了。原来血衣女人喜欢给玩家洗臭袜子，楼上的 IP 是云南吧？毒菌子吃多了产生幻觉了，你敢给血衣女人袜子，信不信他能一爪子掏死你？可是为什么林安然可以呀？他看起来和诡异们相处的都好好，其他家庭到现在已经死了无数人了。目前为止，玩家数量已经足足少了一半，还没有哪个家庭是林安然这种画风的。可家人们又唠了会家常，他们又为我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在饭桌上，妈妈眼珠一转，贼兮兮的说：“大宝啊，你今年也老大不小了吧？”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已经知道接下来他要放什么味儿的屁。妈，我觉得我还小，还是个宝宝呢。妈妈一拍桌子，吓得我爸一激灵，随后哀怨的看着他，都断奶多久了？少来这套！我们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听说还是个总裁嘞，就在咱家隔壁，你不去也得去，不是吧？果然是相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我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黄花大闺女，我妈却总是催我找男朋友。每次见到别人家的小孩子时，她还要阴阳怪气的说：“哎呀，好可爱呀！”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，可惜了，闺女不争气呀！哎，我被麻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妈，我真不着急找对象，你别催了，姑娘大了，开始嫌我们唠叨了，我们做家长的说话也不好使了。哎，停，你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只见我妈和奶奶对了个眼神，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来。嘿嘿嘿，坏了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妈妈把我领到一栋别墅前，然后她瞬间消失了，美其名曰让我们过二人世界。哎，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，帅不帅，有多高，几块腹肌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弹幕此刻已经吵翻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里是那位的家吧？绝对没错呀！哎呀，这么华丽的大别墅，整个副本里也只有一栋，这就是 BOSS 的老巢。刚刚林安然那些家人不是对他挺好的吗？怎么把他带到 BOSS 的家了？难道其实之前的好都是装的，目的就是让大 BOSS 杀了林安然？就林安然这小身板，还用得着 BOSS 出手？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副本，请问你们知道这位 BOSS 的信息吗？他是不是长得很恐怖啊？楼上的我劝你别好奇，因为这位 BOSS 绝对是整个恐怖游戏中最残忍的一位。他长得其实不吓人，相反还很好看。但之前有一个女玩家降生在 BOSS 家中，她自恃美貌想去勾引 BOSS， 结果被 BOSS 残忍的做成了人质。接下来无数玩家都被 BOSS 拧下了头颅，栽种在别墅的后花园中。林安然这次只怕真的凶多吉少了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敲响别墅大门。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走了出来，只见他戴着禁欲的金丝眼镜，剑眉星目，风神俊朗，都不够形容他的精致长相。高挺的鼻梁和微微上扬的薄唇又为他平添几分妖异。宽肩窄腰，目测至少185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妈的，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发小？我的发小段灵舟从小就是我的跟屁虫，还记得小时候他是个白嫩嫩的小胖子，别的小朋友都欺负他，只有我站在他身前保护他。那时他说：“然然你真好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娶你做老婆。”后来他长大了并瘦身成功，成为一个顶级大帅哥，却出国留学去了。别说娶我了，我甚至再也没见过他。所以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就是他。吸溜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啊，我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是好点色嘛。老公，你终于回国了，什么时候娶我？我心眼。段灵舟肉眼可见的一僵，我不满的嘟起嘴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想反悔吧？嘤，狗男人，难道你忘了曾经发过的事吗？出国留学就不记得大明湖畔的林安然了吗？段灵舟神色一慌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”他突然耳根一红，我只是见到你太开心了。弹幕被问号刷屏了，尼玛呀！林安然是不是找到了充值渠道？为什么连 BOSS 都这么奇怪？不打打杀杀的 BOSS 真是太帅了！这么搞的话，灵神迟早成为第一个通关的玩家。3S 级副本的首通啊，竟然要被一个新人拿下吗？那个，你喝点什么吗？我去给你倒。四目相对，段灵舟明显有些不自在，紧张的腿都在发抖。他去饮水机给我倒了杯水，结果却流出鲜红的液体。段灵舟瞳孔一缩，连忙挡住饮水机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喜欢喝番茄汁，忘记换饮料了，我们玩点什么吧？他又扛出一个大箱子，里面都是我这些年收藏的一些乐高之类的玩具。我好奇的将手伸进去，然后拿出一个骷髅头，这骷髅上甚至有一条条白色的小虫在爬。啪的一声，段灵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飞骷髅，骷髅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最终滚到沙发的角落里。那个刚刚那是模型，我最近想学习绘画来着，就想先搞清人体结构。我点点头，满脸崇拜，老公你真厉害，竟然有这么高雅的爱好。段灵舟的脸红透了，玩具不太好玩，我想想我们做点什么。段灵舟突然想到什么，拉着我坐在沙发上，要不我们看电影吧？听说这是约会的必备项目。哦，好啊，我期待的看着电视机，只见电视打开后出现一个片段，片段中似乎是个浴室，段灵舟手持一把碎骨刀，浴缸中躺着一具708岁的尸体，脑袋分了家，内脏流了一地，而段灵舟则带着愉悦的笑容站在旁边欣赏这一幕。电视瞬间被段灵舟关掉了，只见他额上冒出冷汗，结结巴巴说道：“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演员，刚刚那就是我参演的电影片段，你别误会哈。”我点点头表示理解，你演的还怪好嘞，那眼神就像个杀人狂魔似的啊哈哈哈！段灵舟干笑一声，不着痕迹的擦了擦汗。我看向别墅的后花园，你不是会画画吗？那里有花，我站在那里，你给我画一幅肖像吧。说完，我直奔后花园而去。段灵舟瞪大眼睛，想到后花园里的东西后，只觉得大事不妙。他飞快的想要合上后花园的门，却被我先一步打开了。入目是一株株的人头花，死不瞑目或者眼球爆起的一颗颗人头，长在细细的花茎上，带着尖刺的叶子随风飘扬，像长满了獠牙的恶魔。这些难道是你的写生道具？我艰难地问出口。段灵舟却松了一口气，顺着我的话道：“是的，我是抽象派画家，这些都是道具罢了。”挺逼真的哈。我在心里发愁，我不喜欢抽象派画法怎么办？段灵舟如果画我，会不会把我的眼睛画在后脑勺上？我要笑死了。BOSS 刚才那个慌张的神情不似作假，他是真怕林安然发现不对呀，这真的不是
是搞笑综艺吗？哈哈哈，怎么 boss 做什么都有前科呀？李安然还挺会给 boss 想借口的嘞，感觉 boss 刚刚都要碎了 ，boss 打打杀杀的东西怎么可以让老婆看到？我得维持好在老婆心里的形象。我竟然在恐怖游戏里磕到了 CP， 要么是我疯了，要么是这个世界太颠。事实证明我想多了。段凌舟的画技很好，我站在恐怖的人头花海前，段凌舟就神色温柔地看着我，他每一次下笔都很认真，甚至带着几分虔诚，就好像我是他的伴侣，是他的缪斯。最终，一幅色彩鲜艳的画作呈现在我面前，背景是璀璨的向日葵，并没有什么人头画。少女笑得明媚张扬，静静地站在花丛中，这样一幅画，可见作家对其倾注的爱意。我突然就感到心跳加速了，坏了，妈妈，你闺女，我好像真的要脱单了。稀里糊涂的，我和段凌舟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那一刻，她高兴得不像什么霸总，像丁妈喽。老公，今晚要和我一起睡吗？我缠着段凌舟的腰，在她耳边说道。段凌舟身体颤了颤，发展的这么快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啊？那好吧，我自己睡喽。不，我只是……她看着我的眼睛，此刻我微施粉黛，墨发随意的披散在肩上，身上只穿了一件睡衣，露出大片锁骨。段凌舟眼神一暗，我扯下她的衣服，用力摸了两把她的腹肌，然后忍不住亲了一口。段凌舟慌乱地握住我的手，像一个被调戏的黄花大闺女。我坐在段凌舟腿上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顶了我一下。林安然，段凌舟目光炽热，低低唤了声我的名字，突然将我打横抱起，向卧房走去。好色，好色，他们要多了吗？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？刚刚那一段我已经录屏了，反复回味啊！我的天，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舔手机 ，boss 太帅了，呜呜！我也想进入这个副本和 boss 色。楼上的，感谢你为人头花海的建设出一份力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一个机械音，恭喜玩家初步与家庭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，但幸福的人生需要邻里共同建设。接下来，请玩家至少走访10个邻居，方可通关。段凌舟抱着我的手一紧，脸上出现阴郁的神色，对于被打断感到很不爽。也就在这时，别墅的大门被敲响了。有人来走访邻居了吗？那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门外站着一个长发少女，她身穿一袭白色长裙，精致的小脸像娱乐明星似的，是席娇娇啊，恐怖游戏中的知名万人迷。哇哦，娇娇好厉害，直接就要来攻略 boss 了吗？席娇娇的通关方式很有一套的，每次她只要主动亲近鬼怪，鬼怪就不会伤害她了，甚至好几个副本的 boss 都被她迷得晕头转向啊。那这么说，林安然的通关方式和席娇娇很像啊？她不会是想复制娇娇的玩法吧？肯定是了，她应该是看过娇娇的直播视频。不过这下正主来了 ，boss 一定不会再理林安然了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我是你的新邻居，可以交个朋友吗？段凌舟不耐烦地打开门，他那张倾倒众生的脸暴露在席娇娇视野中，哪怕带着生人勿近的冷意，却还是狠狠惊艳了席娇娇。天哪，这个 boss 比他攻略过的所有 boss 都帅，想到待会儿自己就要成为这个大帅哥心尖上的宝贝，席娇娇不由激动地红了脸。那个，你好，我叫席娇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段凌舟脸色一冷，他太想扭断这个女人的脖子了，竟然敢来打扰自己的好事。就在他想要动手时，我探出脑袋，老公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怎么不请进来呀？段凌舟连忙缩起利爪，好的，老婆，都听你的。席娇娇，什么情况？这女的谁啊 ？boss 为什么会叫她老婆？我天，这是第一个没被娇娇迷惑的 boss 耶！别说迷惑了，刚刚要不是林安然出声打断 ，boss 估计都已经虐杀掉席娇娇了。席娇娇并没有察觉到段凌舟的杀意，她此刻只觉得非常不爽，自己的万人迷能力向来很好用，从未失手过。可这个女玩家凭什么能得到这么帅的 boss 的青睐？无论是人是鬼，都必须宠着她才行。席娇娇不服气地走进了别墅，然后她坐在段凌舟身边，近得几乎要贴上去。哥哥，你长得好高啊，站起来我才只能到你的胸口。我一直都长得白白嫩嫩小小的一只，好自卑哦。段凌舟的脸色都要黑成炭了，他的眼珠子疯狂闪动着，不停地观察我的脸色。我男朋友怎么看着有点斗鸡眼？这可不行，万一遗传怎么办？段凌舟正想说什么，我却开口道：妹子，不是你的错，丑才是。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心灵美才是真的美，你不用自卑的。好一个鉴察大师，哈哈哈哈！林安然到底看没看出来席娇娇是在勾引 boss 啊？看他那个清澈又愚蠢的眼神，我怎么感觉他根本没听出来席娇娇的言外之意？人妈了。